胜利了，然后再往后就一直在赢。就是 IPL5那一段状态，所有人都是变得心高气傲。然后诺言当时呢，他也是一个比较傲的人，所以在拿到名次之后呢，其实跟我们一样，都开始变得稍微懒散一些了。但是我相信那一段经历对他来说，绝对是他未来每一次获得冠军，或者说每一次获胜，都会变得不松懈的一个原因和理由。一直到联赛，春季赛失败，输给 OMG 嘛。我们输给 OMG 的时候，诺言下来就哭了。当时看到那种场景的时候，说实话，真的也怪自己，真的怪自己不够好。奥斯大的话，诺言应该是奔着世界第一打野的感觉去的吧。入选这次奥斯大，我是非常激动的，我也会在这个舞台上证明谁才是世界第一打野。他想在比赛中证明自己，但会适得其反，因为越想在比赛中证明自己，越想就是说去秀一些别人的话，会自己把自己的失误亮给别人嘛。在奥斯大过后，基本上中国所有的英雄联盟粉丝都在会说起他，而且都在黑他吧，所以说当时他压力特别大，他一直没有缓过劲来把这个压力卸掉。因为当时加入到 EDG 的时候，其实我们俩算是经历了比较大的变故嘛。就是在转会期的那个时候，是压力是最大的。用比较简单的话来说呢，就是说等于说吃不下，也睡不着。其实诺言是那种压得越厉害，就一定会迸发出更大能量的这种人。他一直都讲一句话，就觉得说我现在努力或以后出成绩，就肩负了两个人的东西，就是他不能让我背负这个骂名。因为我们在2014年，实际上我们是很想去法国奥斯大的，就是在队伍里面呢，大家都互相都以这个目标来打气，说要加油。但是很无奈，那场比赛也是输了。后来呢，我记得我还问诺言，我说这个法国去不了了。然后呢，他呢也是头也不回，反正呢就一直低着头。他说去不了，那也没办法了，就打不赢。那只能怪自己。出战 S4，所有人都认为 EDG 是非韩战略中最强的。然后在出国以后，就发现一个新队伍的这种稚嫩，在世界赛场上就暴露无遗。他后来走出赛场之后，虽然说，眼眶已经有泪水在打转嘛。但是我觉得他一直在克制的，他没有让他留下来。然后呢，他就跟我说了一句：“我说三少，我明年还要来。”我觉得整个15年的诺言，虽然说还是在很努力着，然后在很辛苦的做着之前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2015年的诺言相比于他之前的2年，算是幸福的。那个时候，其实韩服对他的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排到诺言这个选手，你都会输掉，那你是有多坑？这也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 EDG 可以引进到胖和 Deft 的原因。因为 Deft 引进 EDG 说得非常清楚，就是觉得有一个很可靠的队友，中国队友诺言。스크림에서는 EDG랑 스크림을 해본 적이 별로 없어서 스크린에서 본 적은 없는데 솔랭에서 봤을 때는 진짜 같은 팀에 있으면 질 수가 없는 그런 존재였어요. 肯定不大了才把球打出来。难道就是场上的寡妇？哇，这样的是招牌王牌对决吗？哇，传说和传说打出了。其实我觉得他 MSI 拿冠军以后的心情和表态，我觉得和我应该是一样的。我当时我和他的心情就觉得，就那一瞬间拿冠军那一瞬间很开心，挺激动的。 가장 기뻤던 순간은 MSI 우승했을 때 한국팀에 있을 때도 우승해보지 못한 세계대회였는데 중국팀 와서 우승해서 뭔가 내가 이 팀에 잘 왔구나 하고 그래서 기뻤었고 감동했던 순간은 딱히 없는 것 같아요. 그때도 그냥 MSI 长城的3年前种下的果，3年后自己亲手收获回来。实际上，诺言在我看来，他
比较能够感染或者是打动我的地方呢，不是说他能够获得了多少的荣誉，或者是他打得多么好，而是他是一个用自己的信念，通过信念来付诸实际行动的一个人。很多人用为了梦想来好像是一种讽刺，但是呢，这个词就是在诺言的身上，我是觉得这并不是一个讽刺，他是这么想的，他也是这么说的，同时他也是这么做的，他也是通过无数的日日夜夜，用他的实际行动来感染他身边的队友，来带给这个团队他应该有的这种力量。诺言生日快乐！明泰生日快乐！诺言23岁生日快乐！中国最有梦想的男人生日快乐！诺言祝你生日快乐，我们一起拿 S5冠军。祝你生日快乐，愿望成真。祝你生日快乐！我更希望你能够吃好，然后能够玩好，然后后面能够更开心，更健康吧。祝你生日快乐！23岁生日快乐！近1、2年来，你只能在我们过生日的时候看到我们。说实话，你挺不容易的，加油！命运这种东西，生来就是被人踏于足下的。厂长，我希望你可以成为赛场的赢家，也可以成为人生的赢家。希望你能够拿到更多的冠军。祝你生日快乐，厂长，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厂长生日快乐 ！S5我们柏林见！诺言加油 ，S5加油 ，EDG 加油！明泰，我和你爸爸两个人就说提前祝你生日快乐，争取就说在以后的比赛中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就是。诺言生日快乐 ！EDG S5加油！加油！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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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生日！来，我们现场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好吗？祝你生日快乐！让我们有请EDG诺言，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我看到诺言眼睛里面已经有泪了。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太多这个专门给你过生日的粉丝了。其实想说的是，在1周多以前，我的微博就有很多你的粉丝给我留言，给我私信说宝大王，你可不可以在下周6的时候，我们家诺言生日，可不可以号召全场给他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当然也有这样的心，所以在很早的时间就提前准备了刚刚的片子，包括这样的蛋糕，为的就是代表所有支持诺言、喜欢诺言的人，带去最好的生日祝福，希望你能够喜欢。谢谢。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吹蜡烛，先许个愿吧。哇！生日快乐！我觉得其实应该诺言在我们 LPL 不是第一次在 LPL 期间过生日了，从你12年打职业开始到现在一路走来，太多支持你的声音，当然我相信可能也避免不了一些质疑的声音。诺言从来没有解释，也没有抱怨过，就是这么默默的一直坚持下去。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希望全场把最大的热声、最大的掌声送给诺言，送给他这份对电竞和梦想的支持，好不好？给有梦想的男儿点赞。接下来的时间，其实在今天这么有特殊的日子当中，有没有特别想说的话？就首先就特别感谢阿布吧，我觉得他一直都是我生活还有游戏上面的就是老师，他教了我很多，然后也很
就支持那些一直支持我、支持EDG的粉丝们，然后有他们真的很好，然后也很感谢爸妈还有我那些弟弟们嘛，因为他们每场比赛，我的每场比赛他们都会看，然后我输了的话，我的弟弟爸妈都会发短信过来安慰我。我觉得这都是我坚持下去的信念。祝福诺言，也希望你的梦想能够早日成真，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越走越好，好不好？祝福诺言。那其实对于我们诺言来讲，今天我们大家看到，除了我们这个生日礼物之外，我们还有一份非常特殊的礼物要送给你。我们看到这个生日蛋糕旁边有一个盘子，这个盘子呢，我们打开给大家看一下。是一盘家常菜，很普通的番茄炒蛋。但是想跟大家说的是，这并不是一盘普通的番茄炒蛋，所以我先不透露这个是哪儿来的。我们先请诺言亲自尝一下，好不好？好吃吗？他说等他吃完。当时他小时候，他本来都蛮喜欢玩游戏，晓得吧？就是说的话，我们后来觉得就是说，免得他到外面学坏了，跟他不三不四的人，就是说那个，就考虑跟他买一台电脑。反正没有像别个家长呢，就说太刻意的去，就说限制他玩电脑，只是说尽量的，就说在学习学完了之后，就说有多余的时间，就说让他玩哈。就说他大了的话，他就不由得家长管了。你说明孩子嘛不玩啊，就说早点睡啊，他答应了是好。但是等你睡了一觉醒了，他还在玩，就是这样的，晓得吧？就说我们也没有那个想商量，只要不成，就说成才，只要能够成个人就够了。自己的娃的话得了冠军，那肯定多少有点他兴奋了。跟身边的一些我们同事啊，都说有的啊，就说。以前那调皮的，真蛮乐，就说变得就说这个有出息。到过年之后，他就自己去搞。但是当时去的时候，我们根本都不晓得他是搞这款游戏，就说这个，他也没跟我们说是那个做。家长话，我说那想就说，我说这么外头蛮多骗子，我说如果在外头混了不好的话，我打电话的话你就说好，如果好的话你就说不好，那我就晓得是相反的。后来我妹妹的啊，他们爱玩那个游戏，他后来说他说哥哥在WE战队了，这才晓得他就说搞英雄联盟。也我晓得他们战队因为3少的话是经理嘛。因为我在网上面经常看他们比赛，就是我晓得，经理还是蛮好的，就是说对他的话，就是说没得，就是器具方面的话都是蛮优秀的，就是说的话，相对来说对他们这5个队员的话都是蛮好的。蛮少打电话，除非是他过生日就发个短信，就说祝福哈子。因为我们也晓得他，战队就说话，你像他12点钟才起来就开始要训练，他的每一场比赛的话，我起码就说全部都看到。因为当时刚开始看的还是有点看不懂，但慢慢的看多了就，自然就晓得一点个，就是说的话，反正有时间的话，就是打到这么他比赛的话，我这么看吧，我晚上回来的话，就说，对呀，就说在电脑里就说再看一遍，就说话看重播。希望你妈妈以后
就说，你跟我们多联系下子，不要嘛，就说妈妈总在电视上面就说看你的直播啊，就是多跟家里联系下子。其实妈妈心里和爸爸心里都是有你的，就是说话，只是说不爱说出来，就是说不爱表达。明凯，生日快乐！没错，今天诺言的妈妈也来到我们LPL现场，而诺言本人是完全不知情的。我相信此时此刻诺言肯定心里非常的感触，快去拥抱一下你的妈妈吧。据说诺言的妈妈今天是第一次出远门，只身一人不远千里从武汉赶到我们 LPL 现场，带上自己亲手做的菜，包括我们用的盘子和筷子全是从家里带来的。我相信此时此刻不论是私底下再坚强的男儿都会放下所有的一个情感包袱了，也希望诺言越来越好。来，我们请这个诺言和妈妈一起来台上好不好？哇，我相信诺言本人肯定是一定是内心波澜无比啊，因为他真的本人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妈妈今天也是特意瞒着他本人赶到现场。来，有请我们的诺言妈妈。我要问一下哦，你是真的完全不知情，对吗？不知道。刚刚看到妈妈然后喊你的名字的时候，你内心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就很开心吧，然后就特别想说武汉话。说一句好不好？现在说不出来。太激动说不出来了。我们问一下妈妈，我看妈妈眼睛里面已经有泪了，真的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我听说也是第一次出远门，这么老远不远千里来到现场，为什么？问一下妈妈。因为觉得他在外面打拼也不容易的说的话，其实我们每年过生日的时候都蛮想来，就是跟他走，但是我怕影响到他，所以一直都没有来，是吧？正好这是你们主办方就说邀请，就说那个，所以我和他爸爸就商量，就说还是过来，就说祝福哈子。谢谢一直支持明凯的粉丝和EDG战队的经理，谢谢。我们也谢谢妈妈。哇，作为湖北老乡，听到这个武汉话特别亲切。我简单翻译一下，但是就是其实妈妈每一年都想给诺言过生日，但是又怕打扰到他，所以其实今年恰好有这样一个机遇来到现场，也希望就是诺言越来越好了，好不好？祝福诺言，把掌声送给他，好不好？这样我们全场再大声喊一次诺言生日快乐 ，OK？ 1、2、3，诺言，生日快乐！